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哈。每一天我都会读同学们的分享，有的分享呢是发到群里了，有的分享是发给我个人。就是我经常会因为大家就很深刻的这种分享，精彩的分享感到兴奋不已。但是更多的是呢，是因为大家的坚持啊，就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去分享做这件事情，而且坚持不懈的看大家在不停的在每一天啊，从早到晚，只要得空就去听课、去学习的这种精神呐、真的给深深的感动。比方说，下面这位同学啊，就是文儿同学的他的这个体会哈，他呢他几乎每一天他都有自己的分享。我这是讲了11月9号啊，这是星期天一天的他的一些分享、一些体会。这体会我只是把他做的事儿呢简单的列了一点，他具体很多内容呢，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在这说了哈。比方说10月9号说早晨醒来呢，他就回想昨天的那些体会哈，然后写了一些，然后之后呢就吃早饭。他吃早饭的时候听105课，就从整体练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课。说昨天下午开车回家的时候呢，就听了这节课，总有些犹豫啊，一会儿开车去马场的时候还听不听讲整体性这几节课了。总觉得应该找时间呀，边练边听，边听边练啊。但每次都是这么想，每次都没落到实际行动中。脑子里面劝着自己，还是要踏踏实实，一节课一节课的听。然后呢，就后面就讲了开车在路上的事情，专注开车了哈。说一路上就听了105课，在那边活动之后就回家了。说开车回家的路上呢，又听了105课，从整体练整体性这节课哈。说代练那部分就是锻炼的那部分，总是不自觉的想跟之前讲的听过的那样潜移默化，就保持着胳膊向上拉的那个劲儿哈，但停着不动，建立上一些联系，但又琢磨不出来怎么去建立联系啊。就是每节课其实它都是相通的、相连的。说到家了之后，你看这去那儿的路是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然后去那的路上，回来的路上。说到家以后呢，听到课结尾的时候，李老师讲，有人可能会说体察整体，咋体察呀？比方说这样，说你往那一站，很恭敬，是一恭敬的时候，哎，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全身都是恭敬啊？一恭敬了，你周围这个场，周围就是恭敬，一个恭敬的状态。说你往那一待，你的身体就会在这种恭敬的状态里，在恭敬的心里。所以你体察这个整体，就是体察谁呢？其实就是觉知你那个心本身回到那个心上了。那个一恭敬是个整体的劲儿，你体察那个劲儿，哎，你就回到了什么呢？心上。恭敬谁展现出来的？心展现出来的。你体察那个恭敬的整体状态，就回到了那颗完整的心上。你单单去想一个点儿，想一件事儿，那就不是个整体的。你着到一点上，就丢失了整体。所以体察恭敬的那个劲儿，回到那个恭敬的整体的心上。你恭敬某一个人，当然也很好。你着到那个人身上了之后，哎，你意念放到外面去了，你把心的整体的反而丢了。就慢慢回到那个心上了。说那恭敬的状态是谁的状态呢？是心的状态。是一待整体的恭敬的状态，整体的爱的状态就都有了啊。说整的全身上下没有说哪个地方更重要，哪个地方不重要，哪儿都重要。你一恭敬哪儿，你会觉得哪儿都是那种状态哈。是就你自己往这一站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平等的心，处处它都是一样的嘛，都是平等的。说过去练拳讲全身处处是丹田，哪儿都是丹田，一待整体，整体谁的整体？心的整体。说逐渐就养成了一个什么呢？返回到自己心上这样一个习惯。恭敬，一恭敬，你体察恭敬的那个状态，回到心上。你哪怕一生气，一发脾气，你体察发脾气，这个整体状态你也回到你心上。你就烦恼，一烦恼，哎呀，烦死了！你这一烦死了的时候啊，你全身它都烦死了。
都那种感觉。你不会说我单单心里烦，身上很舒服，你不会，你心里一烦，你全身都跟着烦。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呢？但是很多人就陷到那烦恼当中呢，你就没有那个菩提。说你体会这个烦恼，体会这个愤怒，体会这个嫉妒，体会这个赞美，体会所有的这种状态。其实你都是体会谁的状态？都是体会心的状态，那个整体状态上。但如果说你找到烦恼的那个事儿，你找到你讨厌的那个人身上了，好了，就丢了心的那个整体，跑到外面去了。所以不管什么事儿发生，什么情绪来，你体会那个整体，回到心灵的那个整体上之后，哎，你会突然觉得你和你的所谓那个情绪啊，就有了距离感。有距离什么意思呢？你就跟它分开，你就没陷到里面去。哎，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应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情景，但是你和那个情绪是分开的，就你和他是有距离的，你不是被他所控制、所牵引、所桎梏这么种状态。所以呢，就是王二老师听到这个地方之后说，逐渐养成了一个返回到自己心上这样一个习惯。前面就是他打了引号，就是我讲课中的内容，他就很完整记录下来啊，真的是很认真啊。他说突然觉得体察整体是不是就是一念回击的那种感觉，回到你的心上了啊，回到心上，这是真正的这种体察啊。然后这是回家以后了哈，说到家蹲地啊，打扫卫生的时候听106课啊，从整体练整体性。说二练气入骨这部分，说听到李老师带着练气入骨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还做不到，做不了，就有些不想继续听。哎，突然觉得为什么不把这个也当成修心呢？啊，不想听就说明心啊有懈怠，缺乏恭敬，就是觉得这个好像做不到，其实不然啊，有很多东西啊，往往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很难，觉得我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觉得做不到啊，觉得做不到，其实是很容易。你要这个整体性，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刚开始教同学锻炼的时候啊，那到最后才讲整体性，就觉得这个整体性很难，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说，最后要讲整体的，其实不然，整体性是与生俱有的。你走在路上碰到一个东西，你要一摔倒，你全身整体性。你一出门一很冷，一缩也是整体性。别人一拍一巴掌，你还一害怕，全身一动也是整体性。这整体是与生俱来，是不用学的，你只是唤醒就可以。好了，你要想整体是很难很难的，需要一步一步这样走。所以你先把整体性拆开了，拆开是一个一个一个，最后再合成整体就难。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那么难，只是我们听别人说，或者说怎么有一些特殊的词儿，让我们觉得它是很难。你比方说练气入骨这个事儿吧，它难吗？并不难，只是我们听这个词儿又怎么到骨头里觉得很难。其实不，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形容说这个人很善良，怎么形容呢？说哎呀，骨子里的善良，天生骨子里的善良，这是什么意思？你真正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说骨子里的善良，那个时候你就练气入骨了，真的，只是你没有去觉察它而已。你有，你用，但是有而不觉，用而不觉，用而不觉。那形容那个人坏也是这样，他骨子里都是坏的，就是坏蛋，不是这样经常这样讲。说骨子里，我呀，你真心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你的骨头里都是温暖，骨子里的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难啊，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难啊，就把头脑中那个难的概念给它拿掉。过去我们讲一个定义嘛，不给别人定义，不给自己定义，也不给你要学习的这个东西定义，它难还是易。你心里面放开了之后，它不是个难的东西，它本来就是简单的啊。
你看这是回家打蹲地了，回家之后呢吃午饭了，听106课，还是练气入骨这部分第二哈。说下午呢有补写的体会，他写了很多体会。说晚上呢又写体会，重新看了会儿之前的体会。直播开始前，因为周末那一天有直播了哈，20分钟就趴在垫子上缓和着脖子，觉知呼吸，想着在被窝里的感觉。说突然肚子里咕噜一响哈，觉得心口有点痛啊，呼吸变得急促，脑子里告诉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能做到，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啊，是晚上呢坐在客厅垫子上听773课，轻松点，你已经在目的地了，听这个直播。你看，就是从早到晚这样一个锻炼，一个学习啊，并不是说学习梁安时空就怎么样，就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就说明这文化老师他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真的特别特别的用心啊，特别用心，而且用心去实践，正是见缝插针的，就是在学习这个。所以真的很感动哈，有如像龙二老师这样的用心的这些朋友哈，就看到你这么用心，哎呀，我真的也鼓励自己啊，我一定要用心把刘安石工办好啊。现在就讲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了，也是接着刚才说的，就为了要更好的就服务梁安石工的亲友们呢，就是梁安石工呢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变化啊。这什么变化呢？大家听我这么说哈。这梁安时空呢，就是我用的这个平台，就是来直播的这个平台哈，它不像说那个视频号抖音啊、快手啊等等、小红书等等这一些，而那一些呢，他们应该是大概也就是公开域的，就是可以公开的，谁都可以进的，你一刷刷刷就能刷到的。而梁安时空这个平台呢，它不是一个公开域的，应该叫做私域吧，他们开始讲的叫什么呢？叫一个封闭的课堂，专业的描述叫知识付费平台，就是你要进来啊，就是你得你要花钱买。当然，我们联安时空是一直是公益直播的，但是你至少得有链接，你有这个链接之后，哎，点链接然后才能进去，就说明你允许了，你才能够进去。说你没有这个链接，你就进不去。啊，虽然我们讲说联安时空是没有门槛的，但是没有门槛，你得找它这个链接，它就不像那个你刷视频号、刷抖音，你可以随便就可以刷到。你看我们这个联安时空的直播间，你就刷不到啊，刷不到。就是别的一些，比方说你在抖音上发了一个东西之后，它完全公开，谁都可以刷得到，但是联安时空就不行，你也搜不到。也搜不到，就是说你可以搜到很多东西，比方说你就搜我们两个视频已经讲了将近800课了吧，787课了，讲了这么多课，你在网上搜着梁安时空这个直播间你就搜不到，当然你可以搜到梁安时空我分享的一些视频号，但你直播间就搜不到。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一些原因了，大家就不能访问梁安时空，大概有好像1个月的时间吧。有一个多月哈，也耽误大家锻炼和学习，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啊，就是如何把两岸时空已经分享过的这将近800课、700多课的这些内容呢，把它分享到，就好像那个视频号啊，分享到那个抖音啊，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些平台。这样的平台呢，大家方便就可以看了，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平台就是两岸时空直播的平台有什么问题，大家进不去了，能分享到别的平台。但是我就发现呢，就像视频号啊、抖音啊这些平台，它只是分享一些短视频，而两岸时空的每一次课就将近1个半小时，就分享不了。分享不了呢，就一段时间我就把它搁置了，就没再弄这个事儿。哎，前几天又在想就是怎么样能够，就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直播，让大家更方便去看。我就问这个 AI，就是在网上就问，哎，结果他告诉我说有个 B 站。我还没有用过，我也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应该叫哔哩哔哩哈，叫 B 站。说这个呢可以放这个长视频，1个多小时的可以放，甚至更长的你都可以放进去。哎，然后我就打开，我就搜 B 站，一打开，哎，确实有很多长的视频。哎，我就想着这个很好哈，如果是能把2视频前面的全放进去，那么就方便大家去观看学习了。哎，然后我就想呀，虽然我觉得呀，这将近800讲很多哈，我得把它
下载下来，然后在床上也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很多时间去做它。但是我就想，哎呀，既然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这样做，那我就做吧。哎，我就赶紧注册，就是注册了这个 B 站，然后给它起了个名字“两岸时空”。哎，我弄完之后我就想，哎，我是说通过网络能不能搜到这个，让大家，比方说大家要来看的话，能不能很方便进到这里面来呢？哎，我就在网上就浏览器就搜，浏览器百度哈打进去“两岸时空”，结果一搜，哇，让我就惊呆了。为什么惊呆了呢？一搜“两岸时空”哈，用爱护生命就出现大量的，就是我讲课中我用过的那些图片，而且呢，那题目就是都是我起的题目，就很熟悉的这些题目，哇，就觉得怎么一下子好几百讲都在里面了。我这是不是我呀？我点开一个看一看，哎呦，和这个人是我认识，哎，这真的是我，就这些都放上去了。哎呀，当时我突然我就纳闷，我说这也太厉害了，好像是这个，你看我刚注册了这个叫 AI，啪就放上去了，真是什么，是心想事成，如有神助啊！当然我心里也清楚哈，这不是说这 AI 啪给我放进去了，因为我这个注册里面还是个空的，但这个里面也已经放了很多，全部都是两岸时空的内容。如有神助，我就想呀，这是哪位大神呢？大神帮我做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那个好心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哈。就我看，也放到了 B 站，而且呢，在搜的时候，优酷视频、搜狐视频上都有，都有。而且放进去，当时已经放进去将好像近500讲了哈，就而且很有序的分成2000、2020年、2021、2022、2023，就按照顺序这么放进去，前面还有介绍。哎，我一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两岸时空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了，非常知心的朋友。我就一看这个 IP 地址，哎，看在北京，哎，我就想，就看上面写的文字，我立刻就猜想到可能是某一位老师某一位老师就是可能是这位大神给放进去的哈，然后我就发信息问他，因为晚上呢他比较晚了就没回信，第二天早上就回信来，果然就是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哪位老师呢？就是刚才我分享的他认真学习的这位老师，就是文二老师的确是文二老师因为他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当时我就感到很感动因为他本身自己有工作他已经在做这个，而且上传这些材料，因为他不是下载，不是说通过软件下载我那个讲课，他是用手机录屏，录屏，你录屏你就不能快进你只能是慢慢的他这么讲这么去录，你一节课呃就1个半小时，当时已经好像大概上传有500节课了，单单这一些吧，你就得我就算你看500节课，一节课1个半小时，就得750个小时。你岂不是还得什么呢？还得前面准备你录完之后还得编辑再上传那你就上千个小时就用上来了，用上来了。我就真的很感谢就是很认真的一堂课一堂课都录下来，你就从头到尾听下来，再录下来。然后，当然我相信他听的又不是1遍2遍的，真的用了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个工作真的非常感谢洪二老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把两岸时空的这些视频放到网上，结果洪二老师就已经帮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了那么课后呢，大家可以你在网上通过浏览器如果有的上岁数的朋友不会弄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帮弄，很简单很简单你一搜索两岸时空，你再加上一个用爱护生命也可以你就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看到大量的两岸时空的这些视频有几个平台你可以比如说那个 B 站，就哔哩哔哩那个 B 站，还有这个优酷视频、搜狐视频，当然你搜可能还搜到有音频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可能把那个音频也放到了喜马拉雅上去了我现在主要讲的这个视频如果你不会弄，你可以请你的孩子帮着你一搜可以看到了，还有归类
我就简单说，因为我那天刚申请那个 B 站哈，就很容易，你一搜，哎搜之后点开一个之后，你B 站注册也很简单我相信别的也是一样啊。你点开一个之后呢，B 站的我讲课那个视频在那个右上角上就有一个王二老师给这个空间起的一个名字 Crystal 62，如果英文不好记，你看有个62啊，哎，你点它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系列的这些讲座全在这里面，全在里面，你就看出来就以后你在回看的时候，你就不用进两岸时空馆，从这儿看就很方便了哈。所以之后呢，我就想哈，就两岸时空的这个直播，但直播只能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直播啊。你直播呢，但直播之后呢，可能回看会保留几天，保留几天之后，当这个回看的内容放到这个像 B 站呀、搜狐视频、优酷视频之后呢，那个两岸时空内容我就把它下架了下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前不久在西安，我参加了一个就是那个直播平台小活动平台，他们西安组织了一个线下的活动，我也去参加了一下。参加一下之后呢，大家就介绍，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哎呀，说很多人使用这个平台直播了之后呢，直播完了就完了，比方说直播卖货啊，直播什么的就结束了。也有一些直播讲课，但直播讲课没有那么频繁。像两岸时空直播这么频繁，一个星期3次，有将近800节课。特别是呢，这些视频还保留下来了，保留在这儿呢，以后回看，这样呢，内容很多呀，就它存放这个内容呢，就需要大量的空间就好像大量的你存放就好像仓库一样，你必须向平台去购买这个空间，购买这个仓库。来回的去回看，就好像仓库的要出货似的，出来出去也是要购买这个流量，有的时候就忘了买流量了，大家就进不去了，就看不到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回看内容放到这个像其他的平台呢，就很容易既可以更好的向外去传播弘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呢，也可以节省两岸时空的空间和流量，也避免因为平台的一些原因耽误大家去观看所以呢，就是后面的直播之后可能就会把直播内容放到就所谓的刚才说的那几个平台。大家如果上岁数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一看就一弄就懂了。如果你实在弄不懂，你可以请你的孩子帮忙一下，很方便的很容易就跟大家讲这么一点变化，不是讲课别的变化，就这么一点变化今天上午呢，我就和我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说我要把这些两岸时空讲的所有的这分享，就是放到这个网上。这朋友就很惊讶，他说不行啊，老师，说这是您的心血，多好的东西，是宝贵的财富，你得卖呀，你得打包，他跟我讲，你得打包来卖，说你怎么就公开了呢？他就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些策略说怎么打包呢？说你看你讲课里面有亲子类的，跟孩子沟通的，有教育类的，学习怎么教育的有什么有家庭类，夫妻相处的，跟婆媳相处的有锻炼类的，比方锻炼类里面有讲空间的，讲安静的，讲慈悲的，讲什么什么的，讲静止的这一些。那比如还有学习类的，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有心学的等等这些气学是你把它打包一个一个包，怎么去出售，我说这个是很好的。哎呀，当我听着我说你说的这个打包很好这个观念也很好，从经济方面讲，说可是我就做两岸时空的初心开始做两岸时空就是公益说打包去卖这个东西，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说当初就是的没有门槛就初心是这样的，我说初心也不能变不能变。而且我就说你说打包，就是我学中国传统文化，学这些东西，从哪儿学来的呀？这古圣先贤打包给我的。那也是不是也是打包？你看老子，他把他一生的这些智慧打包成《道德经》，打包成不是打包吗？给我们了。那儒家的庄子也是一样，儒家的圣贤，《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些也是儒家的圣贤打包了。再比方说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王阳明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他们的智慧的碰撞，智慧也打包了。你大概想想是不是这样？他们人不在，可打包的智慧还在这儿。说我得到他们打包的东西，人家也没收费，我也没去给王阳明怎么样，给谁
如何呀？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哈？我说了这个之后，他说他也很赞叹哈。哎呀，我说你也不用夸我哈。我说其实说起来是公益直播，其实也不是完全公益啊。你在群里面直播间不还有打赏吗？是吧？接受大家的打赏，就我已经很感恩，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啊。真的是这样。而且我看到经常打赏的就是那些位老朋友哈。我也知道，并不是我的课有多好，是真的这些朋友们喜欢热爱传统文化。想帮助我把两岸时空办好啊，也是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这儿有这些，我就已经很不好意思，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呀，我就怎么没有能力去办一个所谓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赚足够的钱，那么就可以支撑两岸时空的直播，就不用大家打赏了哈。但自己能力有限哈，现在来说就只能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情就学习传统文化去锻炼，然后去弘扬这个传统文化。而关于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和弘扬，我想就是我学了，我有这样的一些体会了。就我只想把它分享出去，传递下去。就这位朋友讲呀，说你这个在行善呐，你是在完成一个使命啊，也的确是这样。你说是善意吧，就做这个善意的确是这样。我就想做一些好事，想帮助大家。那你说是使命吧，也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自己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就觉得好像应该做一些对人类吧，真的你会想着对人类这么大，就有意义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但说实话更多的这不是我想着要去行善，我有什么样的使命，更多的是喜悦，是喜悦，就是什么？就是我喜欢。说过去讲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啊，就是我特别喜欢他，就内在有这种内驱力哈。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分享这些课，准备这些课的，我没想着说我要去行善，我要什么什么使命，就没想那么多，只是喜悦，乐在其中，就分享自己的喜悦。只是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感觉美好，就想传递这个美好。就是我有喜悦，想分享这个喜悦；我感觉美好呢，想传递这个美好。就觉得，哎呀，有些美好的东西，我得和老朋友们分享，我得把这些东西传递给他们，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和这些老朋友们很多朋友都熟悉了，有的朋友也比较了解了。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哟，可能有这个体会，哎呀，这个体会，那个老朋友他需要，说那个可能需要，就有这个好的体会，就是什么，就巴不得就想尽快的告诉朋友，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哎呀，我就想分享给大家，就这东西不能私藏，不能就我自己在那要分享给大伙。就这么样一种感觉，就好像你自己吃到了一个什么好吃的，就巴不得呀，还想朋友们你都来吃一样，这样一种状态。真的就你没想着说，哎呀，我要去做好事，我要有什么使命，就是一种内在的喜悦，内在的喜悦。那么这个喜悦从哪里来呢？这美好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是从真实来，从真诚来，从真实来。我们讲真善美，说有那个真，你才有那个善，才有那个美。那从这个真来，我就觉得有很多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我们把自己折叠了。我说清楚，你本来是这样的，你把它折叠了，就看不出原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必须委屈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伪装自己，很多时候你得有个面子。大家想，是不是在社会生活必然是这样的，必然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活得不那么真，你或多或少你就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怎么样？就你必须撕下这个面子，撕下伪装，解脱什么那个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对你的捆绑，对你的束缚，让你本来那个天真的状态怎么样展现出来，那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什么富贵婴儿你看这个锻炼富贵婴儿，往那一站，树立像树一样。说练功的时候要放松，放松什么呢？把头脑各种禁锢拿掉，
把安静，把头脑中多余的那个点给它放开去，放开。所以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你真的回归到本真，回归到自然，你有那个真了，自然就会有善，就会有那个美。真善美，你的言语会是善，会是美好，你表现出那种状态，做的那个事情也会是善，也会是好。关键在哪儿？关键在你内心是真的，是真实的，是真诚的。真实真诚是最最有力量，因为它本身它就是那样，是那样怎么样呢？就和道啊和自然通上的，所以它是就有力量，它回归了道，回归自然那个本真的状态。而只要是不是真的，是假的，是外面带进来的，它就是没有根的，它就是没有力量，或力量没那么强大的。所以真的是，就是我想今天分享的，就是初心不改啊，更多渠道啊，初心不改，但是有了更多的渠道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就分享什么？分享喜悦，传递美好。但从根本从深层来讲，就希望大家怎么样能够展开展现你的真实，不要折叠自己。你折叠了之后，你不真了，你就难受了呀，展开。所以再次感谢啊，所有支持梁师傅的亲友啊，有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有机会在这儿什么分享喜悦，传递美好。那如今呢，王二老师又打开了一些新的渠道，大家可以更方便的观看两岸时空的视频啊，也真的感谢王二，真的非常感谢王二老师啊。那如今因为田英老师知道之后呢，他也联系了王二老师啊，因为田英老师有下载一些这样的视频，也在帮助一起上传啊，一并也感谢啊，感谢王二老师，也感谢田英老师啊，也感谢所有的支持两岸时空的亲友们啊。关于这个可能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做，你一定别着急哈。那我们现在先锻炼，锻炼的时候把这先放下，完了之后我再说一说，你回去请你的孩子们一看，因为这个一说就清楚了哈。那哔哩吧啦呀，那个不是哔哩吧啦，哔哩哔哩那个 B 站那个搜狐视频，还有那个优酷视频，很容易的，而且你进入它的时候也很方便，也不像连时空的进入可能还稍微复杂一些啊。之后我们锻炼完之后，我再简单再讲一讲，然后你请年轻人帮你弄一下就好了，好吧？现在我们还是一起来锻炼啊。好，安静。往这一站啊，呀，就一想，说那个真，谁最真呢？那个婴幼儿，那个小婴儿，你往那一站，你就不是30、40岁、40、50岁啊，60、70岁，就不是那种状态，就成了一个很纯真的那种状态，天真的状态，不是说蹲下去富贵婴儿才富贵婴儿，你往这一站就是那种真的状态，很真实的，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取悦他人的那种状态。就那个小孩啊，真他玩起来就是没有任何取悦他人，就是自然的纯真的那种感觉。真的，自然就会有善与美。
脚分开，后八字。两臂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调整那种真的状态，纯真的状态。状态一有了之后啊，哎，那个形体自然就呈现出了那种美好的状态。身体放松到虚空之中，百会领着，脚下呀空空的。啊，应该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啊？我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哎，正好看到群里，应该是二群里啊，也是我们群里面，还有田英老师回复，好像是王树香老师的一个回复，回复什么呢？他说爱在两岸时空中传递，多么美好啊！因为他有分享啊，可能是王树香老师啊夸赞他的分享啊，他回复王树香老师就是说，爱在两岸时空传递，多么美好！就你站在这儿，往这一站，恢复到那种纯真的那种状态，那种天真啊，天真就是道啊，气啊。你站在这儿，你就是在分享喜悦，传递美好。通过你展现的这个真实，分享喜悦，传递美好。你的存在就是力量，
喜悦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是美好的力量。
存在就是力量，那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那个真实的觉知，那个觉知的真实。这个真实啊，广阔无垠，通天彻地，万善俱备。
静。爱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大家静坐静养。内心啊，平静祥和，它就是一种力量，充斥你身体里面。
也可以腹部到周围，没有一个场，是一个安静的场，也是一个良知的场，是你的心场。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大家以后看回看可以用那3个途径、3个平台，一个是 B 站哔哩哔哩B 站，一个是叫优酷视频，还有一个搜狐视频。大家在网上一搜只要搜“梁安时空用爱护生命”就都可以，一下就出来很多很多，然后就很容易进去。上岁数的朋友呢，如果说你实在不会弄你一定不要紧张，这很简单你就没弄过就觉得可能比较难一些。你找身边的年轻人帮着你弄一次，弄一下就记住了就以后再看的话就非常方便了那前天好像昨天吧，田野老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李老师说这2天就我和王二老师在上传视频的过程中是互帮互助特别愉快，说相亲相爱，这真的是很幸福真的我非常感谢王二老师跟田野老师一起就是因为要下载要上传需要花很多时间很用心，而且要编辑名字等等，具体我还不太会怎么弄真的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真的非常感谢王二老师，也感谢田野老师，也感谢梁时空的所有的亲友们。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大家。